为太平博弈之源，荣贵尽方之月，无可奈何之日，今以群花之蕊，并较之乎庆方之权，封禄之名，乃至寄于伯地宫中，抚思秋夜芙蓉女儿之切。妾思女儿自临浊世，其今凡时有漏载，其先直相其姓氏，焉伦而莫能考者久矣。而欲得于亲枕之墓之间，今5年8月有期。其为质，则金玉不足，欲其贵；其为神，则星日不足，欲其精；其为性，则冰雪不足，欲其节。孰料纠正误其高，应至翻遭浮浊，既屯忧沉于不尽，复含往趋于无穷。况那今天属节，本地私事，孤亲有梦，恐是无人同结远案，方混欲倩影同销，自为红绡帐里，公子情深，实幸黄土陇重，女儿命薄。这一联意思却好，只是红绡帐里未免熟烂些。咱们如今都系霞影纱湖的窗歌，何不说茜纱窗下，公子多情？我月行将公子女儿改去，莫若改作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。黄土陇重，清河薄命。姨娘，才听你嫂子说你搬出去的事儿，我就知道你这孩子，因前日收园子的事你多心了。那原不干你的事，是园子里的一众下人太缺管教，无法无天。如今我已经处置了，你也不必再有疑虑，仍旧搬进来住吧。我原是要早出去的，只是姨娘有许多的大事，所以不便来说。可巧前日妈又不好了，家里2个靠得的女人也病着，所以我趁便出去了。今日姨娘既已知道，我正好明讲出情理来，就从今日辞了，好搬东西的。你太固执了，正经搬进来为是，休为没要紧的事，烦疏远了亲戚。我并没为什么事才出去的，我为的是妈进来的神思比先大减，
而且夜间晚上没有得靠的人，通共只我一个。二则我哥哥眼看就要娶嫂子了，多少针线活计，并家里一切动用的器皿尚有未齐备的，我也须得帮着妈去料理料理。姨娘是知道我们家的事，不是我撒谎。如今彼此都大了，也彼此皆有事，况姨娘这边历年皆遇不遂心的事故，那园子也太大，一时照顾不全，唯有少几个人也可以少操些心。所以今日不但我执意此去，我还要劝姨娘，如今能减些的就减些，也不为失了大家的体统。我也无可回答，只好随你的便罢了。前几日听人说，你把二丫头接出去了，是给人相看？是老爷选的，大同的孙家。据说早年是咱们家的门生，也算是世交。门第虽然比不上咱们家，但看人才还是好的。这个孙家我是知道的，世袭的武官，他们家祖上就是胆上生毛的货。当年也是因为犯混闯了祸，才投到咱们家门下的。母亲，难得今日人齐，那就月杏儿再摆几副碗筷，让你老爷太太们都坐下一起吃吧。不必了，略作片刻，我还要去见人呢。今儿过来是来跟母亲说说二丫头的事情。我听你媳妇儿说了，是说了大同孙氏吗？是。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，现袭指挥之职，此人名唤孙少祖，我前日已经见过，生得相貌魁梧，体格健壮，弓马娴熟，人也机灵。我问过了，还没有娶妻，便想把银丫头许给他。今儿是特来请老太太主意的。知道了。他家当年也是因为犯混闯了祸，才投到咱们家的。你是他父亲，这事儿你做主便罢。当年他也不过是西母荣宁之士，也并非诗礼民族之一啊。听说那孙少主风品不佳，是不是再缓缓？等打听清楚了以后，再下定也不迟。我也不指望做国丈，就不劳二弟费心了。老太太，你尝尝这个菜。老太太，粥凉了。儿子告辞。儿子告辞。宝玉见邢夫人等回了贾母，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，越发扫去了兴头。每日痴痴呆呆的，不知作何消遣，因此天天到紫灵洲一带地方徘徊瞻顾，是以情不自禁，乃信口吟成一歌：池塘一夜秋风冷，吹散之火红热影。蓼花林叶不胜愁，众路繁霜压仙梗。不闻永昼敲泣声，燕泥点点无几平。故人惜别怜朋友，况我今当手足情。
却说薛蟠上次出门贸易时，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。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菊，俱是他家的，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，亦是他家供奉。因此有个浑号，叫桂花下家。那家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。谁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，薛蟠就一心看准了，娶过门了。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17岁，生得亦颇有姿色，亦颇识得几个字。若论心中的丘壑经纬，颇不西凤之后尘，只吃亏了一件：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，又无同胞弟兄，寡母独守此女，娇养溺爱，不啻珍宝。凡女儿一举一动，比母皆100岁，因此未免娇养太过，竟酿成个倒堕的性气。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，举止娇摄，若不趁热造一起炮制熟烂，将来必不能自述其志矣。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世，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之心？过来坐吧。多谢奶奶。你哪里人？父母还在吗？我从小被拐子养大，家乡父母都不记得了。什么不记得了？这么大人了还能不记得？肯定是不愿意告诉我。是真的不记得了。我要出去，去把那件雪青色的夹褂给我拿来，快去啊！什么香味这么香，这么好闻呢？啊？哪来什么香气？你当都跟你们家姑娘一样啊？别闹了，让人看见。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陇望蜀的，如今得娶了金贵，又见金贵的丫鬟宝钗有3分姿色，举止轻浮可爱，便时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我。宝钗虽意解释，只是怕着金贵，不敢造次。且看金贵的眼色。你干什么呢？哎呀，你怎么不好生拿着呢？分明是姑爷您不好生接着。哼，2个人的腔调都够使了，别打量谁是傻子。金贵亦颇察觉其意，想着正要摆布相邻，无处寻隙。如今他既看上了宝钗，如今且舍出宝钗去与他，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。我姐趁他疏远之时，便摆布了香菱。打定了主意，伺机而发。去你的！严肃些些，省着你馋涝饿眼的。早知你是个怜新弃旧的人。哎呀，好姐姐，你要说什么和我说，别偷偷摸摸的不中用，有酒胆无饭力。哎呀，好姐姐，你若是把宝钗给了我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就是要我的脑子我也给了你。这话好不通。你爱谁说明了，就说在房里，省着别人看着不雅。我可要什么？好姐姐。
金贵故意出去，让个空与他二人。姑爷，奶奶不在呀，我还以为奶奶她在呢。行了，别装样了啊！你奶奶不是给咱们让了空吗？来，过来！哎呀，来嘛，过来吧！你想死我了！哎呀，妈呀！哎呀，让我下来！哎呀！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来，宝钗心里也知八九，也就半推半就，正要入港，谁知金贵是有心等候的，料必在难分之际，便叫丫头小舍过来。你过来，去告诉香菱，到屋里将手帕取来。是。哎，不必说我说的。知道了，奶奶。林姑娘，哎，奶奶的手帕子忘在屋子里了，你去取来送上去，岂不好？我知道了。你个死娼妇！你这会儿再来做什么壮士幽魂？闪开！哎呀！是姑爷趁奶奶不在，要对我用强。死娼妇啊！你这么热的水，你想烫死老子啊？彼时金贵已暗和宝钗说明，今夜令薛蟠和宝钗在香菱房中去成亲，命香菱过来陪自己先睡。先是香菱不肯，金贵说她嫌脏了，再必是图安逸，怕夜里劳动服侍。你那没见过世面的主子，见一个爱一个，把我的人霸占了去，又不叫你来，到底是什么主意啊？想必是逼我死罢了。怎么，你还觉得委屈了？香菱，香菱哎，倒杯茶来。香菱在，我腿酸得紧，过来给我捶捶。是。你就跪在这捶吧。是。
得了，这还了得了啊！去，把所有人都给我叫来，我要一一拷问。何必冤枉众人？大约是造成的这人吧？你上来！你去听！哎呀，别打了！香菱如今这几天是天天跟着你的，她自然知道。拷问她就知道了。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没有，不是我。拷问谁？谁承认？我说，就算我不知道，那就得手办了。红薯这次我也没什么要紧的，我就良心着说，躲不过你们三个，多嫌我一个。哎呀，都是你这个喝了猪油的不要脸的死娼妇！说，定是你咒了他。你去叫个人牙子来，把香菱给卖了，大家倒干净。咱们家从来只知买人，并不知卖人之说。妈可是气糊涂了，倘或让人听见，岂不笑话？哥哥嫂子嫌她不好，留下我使唤，我这也没人使呢。留着她也是淘气，不如把她打发了，倒也干净。她跟着我也是一样，横竖不叫她到前头去，从此断绝了她那里，也如卖了一般。太太，我求您不要卖了我，我情愿跟着姑娘，我再也不敢惹您生气了，太太，我求求你了，太太，我再也不敢惹您生气了。香菱果跟随宝钗去了，把前面的路径竟一心断绝。虽然如此，终不免对月伤悲，挑灯自叹。本来怯弱，今复加以气怒伤感，内外折挫不堪，竟酿成肝血之争。宝钗，你个死蹄子，你给我出来！那你今儿又想怎么行事啊？尽管来呀！你个忘恩负义的死蹄子，我好心好意让他吃了你，你能跟我更反？哪两个都混上了，你头吧！我不愿意，是你早跟了，你现在又依赖我。你愿意让我香菱好，不该让你蹂躏，那你死！你好不老子快点干死我！来呀！你要死就死，别在这装三撵四的，你不过就是看我不顺眼罢了。香菱不在，金贵越发长了威风，如此又渐次寻趁宝钗，宝钗却不比香菱的情形，最是个烈火干柴，既和薛蟠情投意合，便把金贵忘在脑后。话说迎春所嫁孙绍祖甚属不端，迎春唯有背地里淌眼抹泪的，只怕能接了来家散淡2日。王夫人得知，择了个好日子，就接了他来。他一味好色，好赌酗酒，家中所有媳妇丫鬟将其隐蔽，略劝过他2、3次，他便骂我是粗枝子老婆拧出来的。他又说，老爷曾收他5000银子，又不该使了他的，如今来要了2、3次不得，便指着我的脸说：“别给我充什么夫人娘子，
你老子使了我5000银子，把你准折卖给我，好不好？撵到下房里睡。当日有你爷爷在时，稀图我们的富贵，赶着相与的。论理，我跟你父亲应该是一辈的。强压我的头，又卖了一辈，又不该做这门亲的。到末了，叫人家看着干势力似的。既遇见了这不相识的人，可怎么样呢？想当日，你叔叔也曾劝过大老爷，不叫做这门亲的。大老爷执意不听，一心情愿，这到底做不成了。我的儿，这也是你的命啊！我不信，我的命就这么不好。从小没了娘，幸而婶子把我接来，过了几年心静的日子。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。谁在外面啊？你也别一味哭了，要是老太太听了又伤心了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开开心心的和姐妹们聚聚。你要在哪里安歇，我让人去收拾。渣渣的离开姊妹们，只是眠思梦想。二则记挂着我的屋子，还得在园子里住上3、5天，我死也甘心了。就不知道以后我还得住不得住了。快说乱说，年轻的夫妻们闲牙斗齿，也是万万人之常事，何必说这上话？你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风声。倘若老太太知道的这些事，都是你说的。知道了。宝玉憋着一肚子闷气，无处可泄，一进潇湘馆便放声大哭起来。黛玉梳洗才毕，见宝玉这个光景，倒吓了一跳。这是怎么了？和谁怄了气了？
倒是怎么了？说出来人也不急啊。到底是和别人怄气了，还是我得罪你了？都不是，都不是。那你怎么这么伤心起来？我只想着，咱们大家越早些死得越好，活着真正的没趣儿。这是什么话呀？你真正发疯了不成？也并不是我发疯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能不伤心。晴儿，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，你也都听见看见了。我想，人到了大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嫁？嫁出去，受人家这般苦处。还记得咱们初见海棠社的时候，大家吟诗做东道，那时候何等热闹。如今宝姐姐家去了，连香菱也不能过来，二姐姐又出了门子了，几个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处，弄得这样光景。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接二姐姐回来，谁知太太不依，倒说我呆浑说，我又不敢言语。这不多几时，你瞧瞧，园中光景已经大变了。若再这么过个几年，又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。我心里越想，不由得就越难受起来。到处都找不到二爷，原本说只是去太太那儿请安，谁知这一去就是大半日，好不叫人担心。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儿呢。可不就是这个吗？银丫头回去了，她在孙家怎么样？银丫头一肚子的眼泪，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呢。我原知不是对头，可是大老爷已经说定了，我也无法拦阻。不过这银丫头受些委屈罢了。这也罢了。只是我们在这里淌眼抹泪，心急叹气，为的不过是侄女从小富养了一场的情分。倒是她的正经爹妈，大太太今日送银丫头回去，竟像没有这事儿一般，这叫我心里越发的难受。越是不相干的人，还越伤心。
你笑什么？你提不相干的人，我忽想起宝玉来。今儿早起，特地到这屋里来，说的尽是些孩子话，也不便学与老爷听，只是要老爷明白，如今宝玉1年小2年大，老爷也该发狠管管他了。一则总与姐妹们在一起起坐不便，二则也该收心读读书了。生女儿不得计，那还是别人家的人；可生儿子也不得计，关系匪浅。如今如大太爷学问虽然中平，但还能弹压得住这些小孩子们，不至于蛮憨了事吧？我想宝玉老闲着总是不好，不如人就叫他家书中读书去罢了。老爷说得很是。自从老爷外任去了，他又长病，竟耽搁了好几年。如今且在家学礼，温习温习，也是好的。老爷，你最近都读了什么书啊？还是旧年的功课，从前的那些书一直念着呢。可见你不曾用功啊。虽然有几篇字，那也不算什么。我看你近来的光景啊，远比前些年散荡了。况且每每听说你推病，不肯念书，现在可大好了。我还听说你每天在园子里和那些姐妹们玩玩笑笑，甚至于和一些丫头们混闹，怎么把你自己的正经事儿总是放在脑袋后头？回老爷，玩笑是有的，但老爷若听了什么闲言闲语，以为这园里的哪个丫头不好，那就是我的罪过了。你还有空去管别人？你好好瞧瞧你自己的文章，就算是你能写些诗句词句，这也并不怎么样，有什么稀罕处的？比如应试选举，到底以文章为主，可你在这上头倒没有一点的功夫。我现在嘱咐你啊，从今日起，不许你再去作对写诗，单要习学八股文章。限你1年，若毫无长进，你也不用再念书了。我也不愿意有你这个儿子。李贵啊，老爷有何吩咐？明天一早，传明烟跟宝玉一起去收拾应学的书籍，就照这个书单子，一起拿了我看看。我要亲自送到家学里去。我到学里叫明英儿拿着老师的条子来与老爷看吧，哪里又敢劳动老爷亲自走一趟呢？我要不走这一趟，你就不肯去念书了。去吧，明儿早起来见我。是。点灯。二爷怎么了？你们快先去看看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这是要找什么？二爷，你这深更半夜的是要做什么啊？你们先去睡吧，沏杯茶来，把针线也拿来。
叶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暴雨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结签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白毛